位同学，我们现在要来学习一下这一课里面的动词，它的词根与词缀。我们先将这个故事所有的动词都找出来，并且根据下面的原则做一些个分类。第一个就是静态动词。静态动词呢，本身是不用加任何词缀的，它的词根的语义呢，也没有包含什么动作的开始啊，或者是结束。第二种呢，叫做不及物动词。不及物动词基本的定义就是没有受词。那么一般印尼语的不及物动词前面会有 bird 这样子一个前缀，也可以没有前缀，就是一个词根而已。第三种呢，叫做非自主动词。所谓非自主，就是动作的发生是不是出于我有意识的自主的行为，而是可能让我受到了一些影响，我是完全没有控制的，是所谓的 accidentally 是一种意外的发生在我身上，它的前缀是 的。第四个是主动动词。主动动词是主事者要做出有意识的自主行为，它的前缀是 ne 大 N 们动词。下面一个是被动动词。被动动词就是受事者被主事者有意识的自主的行为所影响，那这个被影响的人或物呢，它的这个动词的前缀是用 d。下面一个是及物动词，它可以有后缀干，或者是后缀 e。这个及物动词顾名思义就是要有受词的。那么如果受词是被移动的对象，那么它的后面要用后缀干。如果这个受词是这件事件发生的处所，那么这时候动词要用后缀 e。最后一个是使动动词，所谓的 causative 使动动词有一个前缀是 per， 也就是表达使什么什么怎么样的意思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按照老师所说的原则，把印尼语的动词这一课出现的动词放在你认为应该放的栏位里头。各位看，这里有5个不同的动词类型，我们现在就来听听看这些动词的发音。首先听听静态动词。kosong, berat, baik, pecah, tepat, marah, bisa, benar, ada, tenang, baru, senang, ingin, muncul。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不及物动词。Tidur, jatuh, pergi, terbang, tinggal, naik, bersandar, berlari, berhenti, bersama, berjalan, berkata, berpegangan。接着我们来听听非自主动词。terbuka, terbangun, terjebak, terluka, tersenyum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主动的动词。Memanjat, melompat, melihat, mencari, menyimpan, mencoba, memanggil, mengangkat, menggema, menggonggong, menggigit, mengganggu, merusak, menukik, menyorong, mengejar, mendekat, mendarat, mendengar, menjadi, merangkak, memastikan, mengatakan, menemukan, melambaikan, memperhatikan, mulai, memiliki, melewati, menyukai。最后我们来听一下被动动词。di bawah。同学们，我们现在来练习一下，如果主动动词是们动词的话，那么刚才那些个主动动词，我们把它放到相关的位置里面，
按照老师上一课所说的规则，我们来试试看。第一个就是这个词根前面只要加上鼻音，这个鼻音可以是 m、n、n、或者是不加任何的鼻音。现在我们来听一下这些例字。mencari, mencoba, mendekat, mendarat, mendengar, menjadi。好，刚才这些例子都是加上 n， 下面的例子是加上 mengganggu, menggema, menggigit, menggonggong, mengangkat。第二个例子呢是，如果碰到 PTSK 这些个发音的时候，这时候 PTSK 跟鼻音会2合1，要看它是哪一种，而有 m、n、n 或 n 的分别。我们现在来听听例字，首先听一下 memanggil, memanjat, 接着我们来听一下 menukik, 下面是 menyimpan, menyorong, 接下去是 mengejar。第三种例子呢是不要加任何的鼻音。现在我们来听一下例子。 merusak, merangkap。同学们，刚才我们已经将 nen 主动动词它的规则又复习了一遍。现在我们来小试身手一下。还记得我们这课里面有一个被动的动词叫做 dibawa， 把什么东西拿过来 dibawa。 那么请问你，这个 dibawa 如果转成主动的话，那请问要放在这个表格里面的哪里呢？请你试试看。答对了吗？你看，要放在 M 的里面 membawa。 接下来老师要再告诉大家，如果有这个使动动词的前缀 per 放在动词里面的话，那么譬如说 memperhatikan 请留心，请注意，这时候我们要将这样的 men 动词要放在哪里呢？看，这时候这个 per 的动词前缀其实是不会跟着 PTSK 一起去使用同一个规则的，因为它不是词根，而它是一个词缀，所以它要放在 men 的下面。看到了吗？这是一个很特殊的例外的情况，所以大家要记住。接下来我们来找出词根相同但是词缀不同的例子。Anak laki-laki melambaikan tangan dan berkata, "Selamat tinggal" pada kakak tuanya dan keluarganya. Anak laki-laki mengatakan kepada anjing untuk sangat tenang。 同学看到这两个例子里面都有红色的两个词，一个是 berkata， 一个是 mengatakan， 所以它的词根都是 kata 话或说，那一个是 ber， 一个是 meng 什么什么干。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练习一下，各位还记得 ber 是不及物动词，而 meng 是一个主动的动词，后缀干是一个及物动词。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，把正确的词汇填进去。Keluarga katak tidak bisa titik-titik tangan, jadi mereka hanya titik-titik。因为青蛙的家人没有办法挥手致意，所以他们就以微笑回应。现在 A、B、C、D 四个答案哪一个对？ A. Melambaikan senyum. B. Melambaikan
tersenyum. C. Berlambai tersenyum. D. Berlambai senyum. 好，首先我们要先看 melambai 因为后面有当案，是一个及物动词，它有受词。接着呢 senyum 跟 tersenyum 它的差别在于那个 ter 是一个比较不自主的，所以挤出了那么一丝的笑容，就要用 tersenyum。如果呢笑得比较开一点，那就是 senyum。记不记得青蛙家人没有办法挥手致意，所以就挤出了那一抹的微笑，所以要用 tersenyum。因此正确答案是 B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面一个例子。Bayi kata anak laki-laki dan ingin menjadi hewan peliharaan barunya. A. Menyukai. B. Menyukakan. C. Bersuka-suka. D. Bersuka-sukaan。同学们还记不记得这里的干跟意的差别？意是那个处所，所以当我们说这个小青蛙很喜欢小男孩，那么小男孩是小青蛙喜爱的那个对象，所以要用 A。那么其他的答案，譬如说干是使谁很快乐，那这个不是我们要的答案。还有 bersuka-suka 是 enjoy 的意思，那么 bersuka-sukaan 是彼此互相很高兴的意思，很喜欢的意思，所以这也不是正确答案。